Hello，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上一次呢讲了我们首页的一个侧边栏的一个设置啊，在这边添加了一个关于我们、关注我们和订阅我们，包括呢还有一个最新文章啊，让我们的侧边栏呢也变得丰富起来。那如果说你想学习如何布局侧边栏的话，可以去看我的上一期视频，继续教大家如何布局我们的一个首页，并且呢再给我们的首页新增加一个页面，新增加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那这里我们的侧边栏做好之后呢，你会发现在这里呢它多了一排英语再加上后面的一个日期。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给它简单的设置一下。在这里呢，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自定义，我们点进去一下。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滑，点击这个博客，这儿呢我们就选这个单篇文章。那这里呢我们鼠标一直往下滑，这里有个日期呢，我们把它改一下，给它改成一个修改日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修改下来？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可以告诉访客，那这篇文章呢是最新修改的一个日期，我们最近把它进行了一个更改。那它也有利于一个 SEO 的搜索，因为搜索引擎呢它也会抓取这样一个数据。这里这个名字的话我们也可以给它更改一下，那但是在这里呢改不了，那我们需要到后台去进行一个更改在去后台之前呢，我们先给它进行发布一下。发布完之后呢，我们要回到后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截取前面这个网址，重新打开一个窗口，然后它就回到了我们的后台。那这里呢我们需要鼠标回到左侧栏，这里我们点一个用户，点进来之后呢，找到中间我们的这一个管理员。那这里呢我们点一下这个编辑，那鼠标往下拉，这里呢有一个昵称昵称加一个公开显示，这里我们需要修改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小鱼儿爱家。那这里呢把它也改成一个小鱼儿爱家。当然这里呢你还可以填你的一个品牌的名称，这里呢更新一下个人资料。 OK， 这时候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这儿我们刷新一下，稍微等待一下，它正在转 OK 了。那这里就可以看到它变成了一个小鱼儿爱家这里是一个修改日期。那这个呢我们就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可以点一下左上角这里一个叉，我们来关掉再来预览一下效果。那这里呢可以看到已经修改成功了。那接下来可以再打开我们的整个网站首页看一下，我们回到后台这里回到左上角有个查看站点。那现在可以看到了，我们的一个首页呢已经非常的不错了，我们的文章页呢也已经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那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同样我们点左上角这一个回到仪表盘，找到左侧栏的一个页面，点一下，点击新增页面。这里呢我们就输入一个标题，关于我们，先点这个圈，这里呢我们要设置一下，这儿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个100%，间距的话我们还是先给它禁用。那再往下拉，这个标题这里呢我们还是先给它禁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点一下这个发布再发布一下。 OK， 这个已经发布了。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上面使用 Elementor 编辑一下。那这个时候就来到了一个编辑页面。那现在可以看到了，我们这个页面它什么都没有。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添加容器我们点这一个加号，选第一个我们还是选这个向下的这个按钮。那这里呢我们已经添加了一个容器进来。这个时候我们回到这个上面左侧栏9个点，我们点一下，鼠标往下移，我们找到一个标题，那我们把它拖过来，鼠标左键按住把它拖过来，出现这个粉红色的我们就把它放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标题。那这里呢我们就输入一个关于我们，这里呢我们修改一下它的大小这个字体太小了，我们找的一个样式，找的一个排版，那我们把这个字体给它稍微变大一点，33就差不多。那接下来再点这9个点，那鼠标呢接着往下滑，这里呢有一个文本编辑器，那我们同样还是鼠标左键按住把它拖过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要输入一个，我们在这里呢需要介绍一下我们自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的工具呢就是一个 GPT， 我这儿用的呢是一个 GPT 3.5 模型的。如果你还没有一个 GPT 账号，可以在描述栏找到一个 GPT 账号，它是一个 GPT 的成品账号，可以直接买来就用。那这里呢我告诉了我的博客文章是从拥挤的到舒适，如何通过巧妙设计改变你的小家。根据帮我设计一段个人简介，介绍我自己。那如果说你觉得它这里很短，你可以让它再长一点，更全面一点。那我们这里复制一下，回到刚才的页面，
那么我们把文字呢输入左侧栏这里，把我们的名字输入进去。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分一下段落。那这里呢，你还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大小啊，文本。那这儿我们可以直接这里外面这一条线呢，我们可以看到，当鼠标变成2个箭头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拖动它，这样我们就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显示方式。我觉得显示这么多呢就可以，大小也比较合适。如果说你想对这个内容加粗的话，比如说这里加入我们这儿，你想把它变粗啦，可以把这里选中之后呢，上面这里有一个粗体，我们点一下，那这边可以看到，明显它这里呢变黑了。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那这儿我们这个字体同样呢，也可以把它变得稍微大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加点其他的东西。我们还是点这个9个点。这次呢，我们可以拖一个标题栏过来，那拖动它，看到一个显示一个粉紫色，我们就直接放。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出现了。那我们先把它字体调大一点，还是回到样式，点这个排版。把这个字体稍微给它变大一点。这里呢，我们需要打上我们的一个签名，比如说小鱼儿爱家。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字体大小你可以再调整一下，你需要它再大一点就再大一点。那这儿呢，你还可以改一个它的一个字体的设置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字体不太好看，那我想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签名，我们可以点这里上面有一个字体系列。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各种字体，你可以点一下。那你可以在里面去找，你要找一个个性签名的这种非常的有个性的这种，可以看一下，非常有个性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那这个就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有个性。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设置它的一个边距了。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字体呢，它都已经超出这个边距了，这里已经超出这个线了，我们这儿要设置一下。那我们点这个高级设置，这里一个外距，我们先把这个链接给它取消掉。比如说我设置成一个30，那可以看到它的上面这里边距就很明显的已经变宽了，但是下面还没有。那你可以点一个链接整体的把它可以看到上下左右都已经同样的都变成了一个30的一个边距。30有点宽的话，那这里的话你可以设置个20，其实这个边距就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上面的一个边距，可以看到这里关于我们和最顶上这个边距这里有点窄，我们把它设置一下。我们点这6个点，点这个高级设置这里呢，我们同样把这个先给它取消一下，先设置个30可以看到这里的边距就宽了宽了许多。那我们再把它链接点一下让它整体每个这里边距都设成30。那可以看这是一个外边距。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里呢加一个图片加一个我们的头像。回到9个点，这儿来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图像，我们把它鼠标左键拖动当出现这个横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下。OK， 这里呢可以看到已经有了。在这里呢，我们回到左侧栏选择图片，在这里面选择一张，这里再点一下选择，那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已经选择好了。再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图片给它缩的小一点，同样我们回到这个边框这里拉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它变小了，你还可以让它再小一点。OK， 这有点太小了，稍微大一点，这个大小就差不多。那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这个图片的一个样式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个正方形的，感觉不是太好看。我们点样式，那么可以看到最下面这里有个边框圆角这种把链接取消一下比如说输入一个30，那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边角呢已经变成一个圆形了。那我们整体再点一下链接整体就变圆了。那你让它变得更圆一点你可以设置成个80它现在是这么圆，那还可以设置的更大一点，比如说一个200现在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圆形。那么这个呢就更像是一个头像的一个风格了。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图片太大了，你还可以拖动它把它变得小一点这样最好呢是和我们的上面的文字差不多大小。这儿呢你还可以调整它们的位置你可以给它拖动到上面来，把这个字呢放在下面，图片放在上面，这样也是可以的。那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呢就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点一下这个更新。OK， 那本期的教程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那下期视频的话，小鱼儿将继续教大家如何制作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那如果说你也正在学习一个网站建设搭建网站，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你还可以观看我的其他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